近段时间，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。尽管中印双方在即将举行的第9轮军长级会谈中就一线部队的脱离进行商讨，但在此期间，中印双方却频频加强边境部署。这不，近期印媒称中国军队又在边境搞起了大动作。据印媒《欧亚时报》1月13号的报道称，有卫星图像显示，中国军队正在拉达克边境的 Debsang 平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练。早在2020年5月，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，Debsang 平原一直都是中印双方发生矛盾的主要摩擦点，并且在去年5月，双方更是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了重大冲突，致使印方在此次冲突中有近20名士兵被杀。时至今日，中印边境的 Debsang 平原仍然是中印摩擦的主要地区。对此，有印度军事专家表示，Debsang 平原作为占地16000英尺的972平方公里地区，其在中印边境属于重要战略地位。要知道，中印双方一旦发生冲突，那么谁如果率先占领 Debsang 平原，谁就能占领战场的主动权。尽管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进行大规模军演，但中国军队并没有表现出要撤离的迹象。为此，印度陆军总司令马诺伊·穆孔德·纳拉万表示，针对印度方面撤离一线部队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印军绝不会撤军。要知道，中国军队每年都有在边境地区训练的传统，并且中国军队在训练完之后都会离开边境地区。但中国边境的紧张现状却始终没有，毕竟中国军队在边境地区修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。事实上，在今年的1月7号，我军西藏军区在边境地区进行的2021年的首训，在此次首训中，我军出动了多种先进武器，例如15式轻型坦克、新型高机动性车辆、5直10直升机、直20通用直升机、07式远程火箭炮以及红旗16防空系统等等。不仅如此，我军首训更是出动了野战炮兵、防空部队、陆航部队、工兵等多兵种。此次中印边境首训，我军展现出了一支具有现代机械化、空地一体化的多种作战部队，同时这也是我军首次在高海拔地区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练。令人可笑的是，印度方面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对手有多强大，仍在执迷不悟地向边境地区增派大量部队，并且还有一些印度军事专家认为，印度能够在中印边境中占据优势，印度方面真正不断触发中方在边境问题上的底线，其后果必然是会遭受中方给予的沉重打击。此次举行的大规模军演还只是给予印方一种警示，如若印方再胆敢做出挑衅行为，那接下来可就不是一场军演来作为回应了。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报道，有美国官员透露，在1月20日之前，美国可能会与阿联酋签订总价值233.7亿美元的军售合同。看来美国货又要赚翻了。合同当中包括售价104亿美元的50架 F-35A 战斗机，售价29.7亿美元的18架 MQ-9B 海上卫士无人机，以及售价100亿美元的空对空和地对空弹药。在这笔交易当中，最受关注的就是 F-35战斗机。F-35是美国生产的最新一款第5代战机，被认为是 F-22的精简版。由于美国禁止对外出口 F-22，因此 F-35成为了美国盟友购买5代机的首选。F-35的主要优点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款战斗机，还同时具备侦察、监视和电子战功能，相当于战斗机、侦察机、电战机3合一。F-35还装备了 APG-81相控阵雷达、ASQ-239 电子战系统、AAQ-37 分布式电圈系统等多种先进设备，隐形能力也比较强。但是由于 F-35只安装了一个引擎，所以它的速度比其他几款5代机要慢得多。F-35的巡航速度是 1.2 马赫，最大速度是 1.6 马赫，这个速度水平只能说是刚刚达到了5代机的门槛。相比之下 ，F-22、歼-20和苏57的巡航速度都在 1.6 马赫以上。F-35的最大航程是2800公里，而 F-22和苏57的最大航程都超过3000公里，歼20的最大航程更是达到6000公里。所以在航程方面 ，F-35同样弱于其他几款5代机。当然 ，F-35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，但是至少碾压4代机是没有问题的。而 F-35的价格甚至比一些4代机还要便宜，所以美国的众多盟国近年来也纷纷开始订购 F-35。目前 F-35的订单总量已经超过3000架。不过和其他国家相比，阿联酋的 F-35采购计划却存在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相信很多读者也已经发现了，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。阿联酋买的这50架 F-35A 价格居然达到了14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单价超过
过2亿美元，这已经打破了 F-35A 的单价最高纪录。去年瑞士购买的40架 F-35A 单价只有 1.6亿美元，而波兰购买的32架 F-35A 单价更是只有 1.4亿美元。而根据洛马公司最新发布的文件，目前 F-35A 的生产成本已经降到7790万美元。这样算下来，美国人卖给阿联酋的这50架 F-35A 成本只有39亿美元，净赚65亿美元。看来阿联酋真不愧是富得流油的土豪国家，交保护费的力度比别的国家要大得多。除了阿联酋之外，近期还有好几个阿拉伯国家抢着向美国交保护费。上月29日，美国在1天之内就批准了科威特、埃及及沙特的5份区购合同，总价值大约有46亿美元。理论上，阿拉伯国家应该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，反抗以色列和美国，但现实却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根本不顾同胞死活，为了对抗伊朗，纷纷与以色列和解。如今在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，阿联酋、沙特等国为了自保，又抢着向美国交保护费，看上去他们已经完全无情抛弃了巴勒斯坦同胞。对于具有领海海域的国家来说，海洋边界警卫部队是国家海上维权重要部门，而海巡船和海警船作为海警对执行海洋救灾、执法、维权的重要力量，一般常见的排水量基本都在5000吨左右。谁料到中国海警队不仅有上万吨海警船，连首艘上万吨海巡船也即将服役，这可真是对前段时间叫嚣跨海执法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最有力的警告。据环球时报报道，广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中国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宣布，中国自行研制的首艘万吨级海巡船已经确定将于2021年年中服役。目前，这艘命名为海巡09一旦服役，将成为我国海警队现役吨位最大、装备最优良的海巡船。据报道了解，海巡09号船体总长165米，宽20.6米，深9.5米，设计排水量在10700吨左右，但满载排水量可达13000吨。预计航速在25节，能够搭载多型直升机，可在除了2极地区的全球任何海域航行。这设计、这吨位、这航速，不得不说，但仅凭着设计称之为055型驱逐舰的海巡版本也不过分。据官方通报了解，海巡船09就是为了保障南部海域海上运输安全畅通。届时，海警船09号可以依靠船上装备先进的信息监控系统，锁定和跟踪多个海上目标，可搭载多型直升机，提高我国海警队海上搜救、海事监控和海上指挥等多项功能，增强其在该海域的海事快速反应能力。另外，中国海警队除了即将服役的首艘上万吨海巡船，还有2艘世界最大的海警船。在所有国家，海警船都是停留在普通、体积较小的汽油船的印象。中国12000吨大型海警船横空出世，还记得一出来时被国外网友吐槽，这真的是海警船？以首艘上万吨海警2901来说，当时吨位达到12000吨的信息一出来，立马被西方和日本媒体称之为怪兽。毕竟当时世界最大巡视船日本的2艘巡视船的排水量才不过7000吨左右，相比较12000吨的排水量，近1倍的差距，称之为怪兽也不例外。其舰载76毫米速射炮和2挺机关枪水炮，配有较大的机库，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应对海上突发情况、保障我国货船的海上运输安全。面对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提议让海岸警卫队前往太平洋，企图让海岸警卫队仿照海上民兵，制定战略目标的计划，中国海警队万吨海巡船的服役，无疑是对一切企图在我国海域武装力量的警告。毕竟，只要你敢来，就别怪中国海警队上万吨海警船为。随着上万吨海巡船09号的服役，中国海警队再添一员猛将，弥补了小型船舶海警船速度快，但是经受不住大船的冲击。届时，三方相互配合，极大地提升了海警的执法力量，有效地保障中国海洋权益，中国领土不容侵犯。